慕希好喝超有料，快乐马上来报道。本节目由超好喝的安慕希爆珠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有事张嘴就问小红书，感谢语音问就有大活人答案的小红书联合赞助播出。鲜活营养好吸收，非凡母源强自护。本节目由飞鹤荠萃奶粉赞助播出。喜又笑，今夜喜又笑。 安慕希好喝超有料，快乐马上来报道。本节目由超好喝的安慕希爆珠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有事张嘴就问小红书，感谢语音问就有大活人答案的小红书联合赞助播出。鲜活营养好吸收，非凡母源强自护。本节目由飞鹤荠萃奶粉赞助播出。有颜有实力，自带回头率。本节目由极狐全新阿尔法 S5赞助播出。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5 12点抢先与喜剧好友一起解锁年轻人超爱看的欢乐秀。欢迎来到安慕希今夜喜有笑。 祝各位天下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啦！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也需要介绍吗？不生气，生出病来没人替。李嘻哈，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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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男人，他从天而降，像一个盖世英雄一样，为我挡住了流量和骂声。我要对他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张唯一。毕竟第一次结婚嘛，头婚确实容易头婚。谈恋爱怎么了？又不是同时谈的。你们这一点新意都没有，这不就是明显的抄袭那个绝剪访谈吗？当然不是了，我们这个是绝后访谈。有一个特别大的事要宣布，我要说一说关于我的这个爱情的生活了。5、4、3、2、1，有请大张伟、付航。 我是付航，我们是大家好，欢迎来到安慕希今夜喜有笑。是的咱们这一期啊特别的棒，因为播出的时候正赶上妇女节，祝各位天下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啦！开心的。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才能够快乐呢？ 那我推荐您去看大张伟的演唱会呀。那我就更要推荐去看付航的专场，对不对？对，太棒了。当然，如果是抢不着票怎么办呀？那就只能送了。送票来喽！各位拿起来，付航的票，抢起来！各位看一看手里这票啊，你们拿着这个票。 下回就去那个付航那个演出门口那个检票的人，看见这个票之后，就会让你回家的，好吗？没有，工作人员会把您那个票就剪掉了。对，剪掉了啊！是。人生路上难免会被2个陌生人戏耍一次。当您被耍了，请一定要想到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好日子还在后头”。各位啊，大家都有这个不顺的时候哈，难免会有。但是呢，请各位要相信，好日子一定会在后头。不信你们看。对，大家不仅要看这个后头，还要看这个猴头啊。我们今天的喜友呢，也很符合我们的这个主题。他们都曾在不顺的日子里努力坚持，终于熬出来了。他们都是谁呢？有请吧，有请。掌声欢迎小庆天！来了。
声再次鼓励。大家再次欢迎我们的小庆姐、董璇姐，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哎，二位来。大家好，我是董璇。谢谢谢谢。您，我也需要介绍吗？哦，女王来了，好了，太开心了！今天两位来到现场，有什么要跟大家聊的吗？其实我现在非常紧张。为什么呀？待会儿有脱口秀。对。哦。压力好大呀，从来没说过。可是您不是跟喜剧演员那个在？这耳濡目染应该也还行啊。哎，来，小青姐呢？您这是第一次来到脱口秀的舞台吗？算是。来过一次，就那个铩羽而归，成绩是。所以现在来报仇来了。您看看，希望你们待会儿有特别棒的表演，好不好？谢谢您，请上座。那么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呢？啊，接下来环节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是，安慕希，好喝超有料，快乐马上来报道！感谢超好喝的安慕希爆珠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是的，有事就问小红书，活人答案靠得住。感谢答案都是大活人的小红书联合赞助播出。鲜活营养好吸收，非凡母园强自护。感谢添加中国专利母园自护营养群的飞鹤季萃奶粉赞助。好嘞，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非要播报。我们第一期的播报员呢是新仔，但是今天呢新仔没有来，新仔的大伯来了啊！新仔的大伯是谁呢？就是辛博，对吧？辛博维拉就是他了啊！就是第二位播报员，虽然是第一次播报，但拥有丰富的飞机广播经验，因为他是一个空姐，他是嘻哈。掌声有请辛博嘻哈。大家好，这里是非创新、非时事、非要跟你说到的非要播报，我是辛博。大家好，我是嘻哈。刚刚主持人已经祝大家妇女节快乐了，那我们是什么呢？非要播报，那我们也非要祝大家妇女节快乐。非要祝大家。妇是能推倒大山的女性，我们给到夯。思想的进步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近年来，影视行业三花烂漫，很多文艺工作者的声音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我觉得任何女性还是少听建议吧。这个建议我们决定听。医学家指出，无论男女，情绪波动过大都容易导致甲状腺、乳腺以及癌症问题。这里我们教给大家一套不生气操，保证你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生出病来没人替，乘客刁难我不理，礼貌服务笑嘻嘻。哎，空姐，加个微信啊。不加我投诉你。不生气，不生气，生出病来没人替。骑到臭车我不气，马上就到目的地。目的地还没有还车点，而且你头胖臭。不生气，不生气，生出病来没人替。跳完确实心情舒畅。我们看下一条吧。很多人视更年期为疾病，但其实这是由于激素的变化导致的情绪波动大、易怒、暴躁，包括男性也有更年期。哦，原来翟佳宁是更年期到了。请不要污名化更年期。研究表明，以上状况只要通过运动以及健康的生活习惯，就能有极大的改善。我们要相信好日子在后头，因为熬过这段时间，你就退休啦。率先盼来好日子的是小学生。教育部规定，为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日常考试不公布成绩、不排名。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做法其实也可以用在咱们的比赛上。大家也看到，比赛压力也挺大。你看我们的节目名字《喜剧之王》，有王难免不排名。脱口秀想要没压力，做脱口秀就应该像朋友之间那样，我们就应该叫脱。行了，别说了。
咱名字还行。节目播到第3期，受到国内外网友的几条好评，为此我们非要开通网友互动环节。下面是我们收集到的网友留言。OK。来看第1条留言：我公司有个特别讨厌的同事，既不是我领导，但天天使唤我，但跟他说也不改。嘻哈老师，换成你会怎么办？你换个角度来想一想，这是在帮助你成长。要是我会请他吃火锅，涮毛肚，涮肥牛，再问他你涮什么东西。下一条，2位播报员你们好，我有一个朋友人挺好的，就是有时候戴个耳机不爱听人说话，说话也不好好说，张嘴就是气泡音。请问我还有必要跟他生2胎吗？宝贝，好好奇这对神仙伴侣是谁呀？不过生孩子是件人生大事儿，一定要2个人商量好了再做决定。毕竟无论结果如何，都得你俩买单，除非有人呐不爱买单。我们先看下一条吧。帅气的大男孩辛博哥哥你好，我念不下去了，你念吧。我来吧。帅气大男孩辛博，谁？你不用再念一遍啊。我有一个烦恼，只有你能帮我解决，就是辛博的专场《发现丑的眼睛2.0》正在全国巡演，请问该去哪里购票？好难买呀，好好看呐，好喜欢呐！这位朋友，我送你。这朋友就是你自己吧？不重要，来，我们看下一条。丫丫，我是你老汉儿。爸，你要爪子？你忙吗？忙的话，帮我要一张小庆姐的签名，要吐钱签在她的书上，再转我2000块，不要让你妈知道。我怎么让小庆姐转你2000块钱？我都没有2000块钱。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让妈妈知道的。但是所有看节目的人都知道了。本期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所有言论均由 AI 生成，与本期播报员无关，产生的影响均由下一期播报员负责。谢谢辛博，嘻哈。是的，我们刚刚帮这个嘻哈的爸爸要到了小庆姐的签名了，而且还多要了几张，有人要吗？同学们，来喽！每一趴都送东西，太开心了！大家可以打开看一看，大家看一看小庆姐的这个签名照是什么样的，看见了吗？展示一下，展示一下，大家看一下她这个签名照啊，就上面有1000个名字，都不是小庆姐签的。对。要下面节目更开心了，因为下面节目要进入到我们真正的传统脱口秀了。哎，这个第一位上场的这一位刚刚大家也已经见过了，她在这个今年夏天人气爆棚女演员，在这个脱口秀这一块她如果说自个儿是第2，那只有这个翟佳宁说自个儿是第1。让我们来一起喊出她的名字是谁？都知道嘻哈呢，能量高，气血足，嗓门大。然后他每次跟我打招呼，就是在平常的时候看到我也是，富哥，他真的这样。谁踩着他了？这不是？他每次跟我打招呼，时间跟他聊时间长之后，我的耳朵已经听不见了。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记得调低电视音量，调直座椅靠背，扶好小桌板。朋友们，有请嘻哈。谢谢大家，太开心了！哎呀，不比赛的时候讲脱口秀就是轻松啊，就跟大家聊聊天吧，好不好？聊一聊过去这1年的一些变化什么的，经历一些事情。跟大家说一个秘密吧，就是我是去年辞掉了自己干了13年的工作，然后把房子卖了来参加的节目。因为我真的相信好日子在后头，但其实果然真的很值得，真的很值得。节目播出之后收到了非常多的辱骂。就怎么跟你们形容啊？总结一下，我当空姐13年来，骂我的人加起来也没有这半年的多，很难过，非常难过。当然，难过不是不过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我那段时间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我就挑一些私信出来，打印出来，贴在我家的床上、墙上、各个壁板上。
每天早上起来都大声朗读，给自己加油鼓励，对吧？李希哈，我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动听，对吧？那段时间过得很规律，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晨读，你就感觉自己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满嘴跑操。但那段时间，我的朋友们都很担心我的精神状态，怕我心理出现问题，都陪我。我就跟他们说，真的不需要，因为我说，真的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当过空姐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我13年来让我反反复复回味的一次投诉，是在飞机上有一次有一个旅客找我借指甲刀，我没有，他跟公司投诉我格局小，不应该浪费公司的大格局，要求公司开除我，或者将我乱棍打死。我当时怕极了，我说先生，你要不然你就先去洗个手吧。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给你啃。真的很惨。而且有一次我是在飞机上工伤嘛，那个餐车很重，直接压过我的脚背，我的小脚趾盖直接压掉了。很疼，然后后来去医院包扎之后，我就去找领导请假，我领导不批我的假，跟我说你穿着鞋又不影响美观，你穿鞋大家又看不到。硬逼着上去飞，没办法，那个时候就借了同事的一双大一点的高跟鞋，上飞机上去飞。怎么说？那天走在那个飞机的通道上面，就感觉在打快本，你知道吧？走在客舱里面的时候，旅客都在睡觉，突然有个旅客起来怒吼：“把转向灯关了！”我就为了安抚他，立马拿出一瓶安慕希爆珠酸奶。他说干什么？我说你没料到吧？我也没料到我会掏出一瓶好喝超有料的安慕希黄桃燕麦爆珠酸奶。对，当时客舱里的旅客的反应跟大家一模一样。我说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他叫住我，他说喂，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安慕希哈。然后开始打转向灯，我就走了。后来直接真名投诉。这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我承受痛苦的能力很强，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其实是因为我从小就经历过一件常人不能忍受之痛。我跟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听一下，真的是小时候大家都看过牙医吧？然后我小时候有坏牙，有一次我去拔牙，躺在那个牙医床上，一个医生走过来，用针头给我刺了一下牙龈那个位置，说一会儿我就在这个地方给你打麻药，你等一下。然后他就去配麻药了。过了一会儿来了另外一个医生，可能他们交接了工作，那个医生问我痛不痛，我说痛。他过一会儿就不通了，然后就给我按在床上，直接开始拔，就像很多喜剧作品突然开始上价值一样，干拔，给我疼到一身冷汗，全身发抖，我耳鸣什么都听不见了，我感觉戴上了张唯一的降噪耳机。当时我疼得全身发抖的时候，医生觉得不对劲了，赶紧问上一个医生说：“你给这个小孩打了多少麻药？”上一个医生说：“没打。”我马上就昏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小小的脸上2个大大的冰袋，妈妈关切地看着我，嘴巴里面说着什么，但是我一个字都听不见，因为我还戴着耳机。不是，其实就是因为太疼了，而且我看着远方的爸爸，感觉那个医院里面鸟语花香。虽然我听不到，但我看到我爸爸在那里，医生，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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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后来医生也挺不好意思的，就说确实我们工作上的失误，钱就少收一点吧。我爸说你当然要少收一点钱了，麻药你都没有打。医生说收点力气钱吧，你家孩子劲儿贼大。因为小时候真的确实身体挺好，胃口也挺好，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我小时候啊，就是我的小时候，就现在的刘晓庆老师。身体特别好，状态也特别好。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去参加运动会，那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会，我们要提前去适应场地。我去的地方是四川自贡，可能大家不太知道，那个地方特产的是辣椒美食，非常好。我当时就是自负啊，觉得自己身体没有任何问题，年轻啊，我就去吃东西，就背着我的教练去吃了泡椒美蛙，吃完就感觉不对了，但是又不敢跟教练说，因为马上要比赛了，说了会被打死。也不敢乱吃药，因为我们比赛前会进行检查，就硬撑到第2天比赛。我站在跑道头，检录完了之后，站在跑道头那一刻，肚子里面翻江倒海。随着那个裁判 Go to go 预备，砰！是发令枪啊，不是我哈。撞线那一刻，我第1名，但是我并没有停下来庆祝。我们那天比的是女子100米。但我知道我那天要跑的是120米，我径直跑向了对面的
更衣室，你们以为是厕所吗？完了，真的。所以朋友们，别管遇到什么问题，没问题的就坚持一下，向前跑，撑下去，好日子一定会在后头，是不是？你们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在干拔上价值了？不是，是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啊，是因为我上台到现在，在场所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出来我骨折了。啊！此时此刻的我正在硬撑，是真的，我撑不住了，再见。走了。太让人感动了，那就走了吗？别呀！让我们说出来这10个字：真情遍天下，中国有嘻哈。太难了，太难了！你太坚强了，是个铁娘子啊！是的，铁娘子拍一拍自己，这叫做趁热打铁。哇，真的太难了。哎，还好还好，真的是说句老实话，您这是怎么造成的呀？是这样啊，我那一天是着急去上厕所，忘了看清眼前的路，就踩到一个陷阱里面。所以朋友们，真的，你的目标太明确了，有时候会忘掉眼前的路。以后大家呀，少上厕所，多看路。祝您那个早日康复，早日康复了。没事没事没事。是的，然后呢，但是咱们嘻哈这个骨头啊，跟他本人一样，特别的坚毅。当然了，医生说了，你这个骨折了不要乱走，但是嘻哈的骨头表示 OK 啊，我可以走。不信来看一看他的片子，来，我片子还有片子，你看 OK 了，上面写着他的解说 OK 了，可以走啊！医生看完片子大为震惊，拉着嘻哈做了全身的体检，检查报告我拿到了啊！我的妈呀！真的，观众怎么感觉就我是傻子一样？就是真的吗？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他的检查报告，但是你们能不能有一点那种就是哦哇的这个？我们再来一次啊！我不演了。这是我的，来我的，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为什么不是他呀？开玩笑，来啊！什么？你竟然有嘻哈的检查报告？哇，好配合呀！说根哇！嘻哈的检查报告显示，嘻哈果然是个硬骨头，浑身上下并没有找到软组织。行嘞，感谢嘻哈，感谢嘻哈啊！可以不用硬撑了，先回去休息吧。太感人了，你看他的背影，你看看嘻是哈多么的坚强。他不，可以了，谢谢嘻哈。接下来上场这一位啊，厉害了，他离过婚，他上了综艺啊，备受关注。他的女儿很可爱，对不对？而且他还老跟喜剧演员待在一起。他就是房主任，有请房主任，有请房主任大家好，我是房主任。快到妇女节了，我对这个节日很陌生。在我们村里啊，从来不过节日，只过节气。24节气我们倒背如流，什么清明正花生、芒种割麦子，在我们家啊，这些活都是我干。什么妇女节，你嫁对人了，每天都是劳动节。当然了，我也过一次妇女节啊，那还是我在4S店洗车的时候。不是我去洗我的车，是我在4S店给别人洗车，还给我们放了半天假的福利，发了50元的代金券。我拿着这个代金券兴冲冲的就去了。我寻思我兑上一堆零食，我回家追剧去。去到以后才知道是一个洗化批发部，我就兑了几袋洗衣粉，回家洗了一下午衣服。我说我上班洗车，我下班洗衣服，过节喜上加喜。我说，怪不得以前不让我过妇女节，原来也是一种劳动保护啊。其实我今天就是奔着刘晓庆来的，她是我的童年偶像。你没认识她是从《一路繁花》上哈，我认识她是从我们村的露天电影上，我可是看着她变老的啊。现在我老了，走不动了，那么她跑起来的。活成我妹了
现在年轻人可能没见过小庆姐的巅峰啊，她是去哪堵人，流量肉眼可见，那都不是巅峰，那是移动的地铁早高峰。当年她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换算到今天啊，大概有100多亿。就是1毛2的电影，她卖了1个多亿，也就比哪吒低了那么一点点。低的那点啊，就是当年我们逃的票。我最喜欢她的演的一部电影叫《春桃》，就是一个女人在乱世里和2个男人的故事。她在里面说我不属于任何人，我不是谁的媳妇，我是我自个儿，我只想在乱世里怎么活下去。我看完以后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回家又洗了2盆衣服。那时候她可以说是顶流，还出了本书，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出完就从头再来了。今年是小庆姐从影50周年，这是什么概念？我今年50岁，理论上讲我能当小庆姐的女儿，但小庆姐现在能演我女儿。之前有些声音说小庆姐怎么还在演少女啊？那就是偏见，而小庆姐最善于冲破牢笼。我是说偏见的牢笼。我真的很崇拜她啊，感谢她给了我很多力量。今天还有一个人我要感谢啊，就是去年节目刚播出的时候嘛，网上有好多人一开始说好喜欢房主任，没过几天就开始有人骂我。我说这晚了好几天的人，他是没充爱奇艺的会员吗？就在我被骂懵了快要崩溃的时候有一个男人他从天而降，像一个盖世英雄一样，为我挡住了流量和骂声。在这里我要对他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张唯一。我是因为离婚被骂，他是因为结婚被骂。当时网上骂人的人当时就分成2波了，男的骂我，女的和男的一起骂张唯一。我为了感谢他嘛，就把这个段子拍成了视频发到了网上。当天晚上我的发小就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问你什么时候跟张唯一结婚被骂了呀？你改嫁也不说一声。我说不是我拿什么跟人家董璇比呢？我离婚带2娃。他说那张唯一不就是想要2娃的吗？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变好了收入也变高了。我有一个千元机，它一直特别卡，挣了钱以后我就一直想换它，但是也一直没舍得换。每次路过卖手机店的时候我都会进去看一眼。正常你们进手机店，那个店员会过来问说你好，你需要什么样的手机？但是我进手机店转了一圈，没一个人搭理我，我就上劲儿了，我就跑到他收银台去问，我说有17吗？那个店员看了我一眼，翻了个白眼说只有17 Pro 的。我说我就要17 Pro。他又翻了个白眼说只有1T 的了。我说我就要1T 的。这时候他哪怕他说只有18了，我说我就要18。然后他就从柜台里拿出手机放在柜台上跟我说14000，你拆吗？我这个时候大脑就在飞速的运转，我在想我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我能体面的离开就在这个时候进来一个女孩过来问我说你是房主任吗？能合影吗？就是我俩在合影的时候我用我的眼睛余光在瞟那个店员，发现他在拿手机在搜谁是房主任。搜完以后他也跑过来要给我合影。我这时候大脑一片空白，我说完了，这14000我非掏不可了。那天确实掏了14000，直了一把腰，瘪了个钱包。现在日子确实是好起来了，好到头了，好到我害怕。自从出名以后我的大女儿30岁高龄要退休。她跟我说妈，说你50岁正是闯的年纪，只要我不创业，你挣的钱咱们省着点花就够了。我家亲戚跟我说你侄子结婚，你把彩礼钱给出了呗。我发小说你使劲挣钱，老了我们几个养老都靠你了。我前夫他现在每天坐在家里等着我挣钱回去给他还债。
之前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女人，也没人说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这么多人啊。一开始我也觉得好日子都在后头啊，现在看啊，是别人的好日子都在我后头。同样是背后站着一群人，我就特羡慕我的偶像小庆姐，人家就是一路繁花呗，我就是一路还花呗。他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啊，我够呛，因为20年后我的女儿也50了，她会说妈，70多岁正是闯的时候。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谢谢。房主任，听说您从来没有过过这个妇女节？过过一次。过一次啊。那今年这打算怎么过呀？一笑而过，一笑而过，太好了，一笑而过。但是不希望有人伤害您，好吧？太好了，哎，因为这个我们呀，今天您看这个礼物就是送给您的，这是一个靠枕，而且上边还是您自己，说明不管靠什么都要靠自己。来，送给您。哎，谢谢。您自己用就行。但是呢，如果别人要想靠您，您也有应对办法，您就把它翻过来，你就让它靠一边去。哎，行了，您看看，对己对人都特别棒，希望您永远快乐年轻。谢谢房主任，感谢您。接下来呢，这位厉害啦！哎呦喂，他上了综艺，他备受关注。哎，他的女儿很可爱，而且呢，他还跟喜剧演员在一起。哎，他是谁呀？哎呦，是不是说过一遍呀？啊！再次有请房主任队长。他就是我们的冬雪儿姐也很厉害，演戏有代表作，女儿也特别乖，她非常的完美，唯一的问题就是唯一。那我们就有请唯一的冬璇，掌声欢迎！大家好，我是董璇。自从这个《姐姐当家》开播之后呢，我接到了很多节目的邀约，都想让我聊聊张唯一。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没有网友了解他。这网上呢，一会儿说他 NPD， 一会儿说他 ADHD， 我每次都问他，真的吗，老弟？这种话题呢，也不好意思当面聊。当面聊，你还得让他把耳机给摘了。我对他呢也是有要求了，要想建立情感链接，得先断开蓝牙链接。其实我们俩一起上这个综艺呢，我是想让大家都认识他，更了解他。但是真没想到他能被吐槽成这样。其实这个热度啊，比他去参加那个喜剧综艺可高多了。这喜人还真挺奇妙的耶。当时呢是每周6更新，我们都特别的担心，就一直盯着那个弹幕。然后呢，我一边看一边劝唯一，我说你别总是盯着那些骂你的，你也看看那些网友夸我的呀。你看这条，董璇可真是个大好人，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其实唯一并不像大家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他很细心的。就是每次我坐飞机的时候，他都会一直关注我的航班信息，给我发消息说还有多长时间马上落地啦，还有目的地的天气如何呀，等会儿滑行多久啊，真好。他要是能注意到飞机上没有信号，那就更好了。我一落地，北京旅游局的信息还没到，山西张唯一的消息就全到了。刚开始我觉得，哎呀，真的太温暖了。但是朋友跟我说，他这不就是把那个落地前空姐广播给敲出来了吗？原来温暖的不是我，是空姐，对吧，嘻哈？哎，你们是不是降落的时候都让这个乘客把耳机给摘了呀？难怪张唯一能听到这一段。当时我跟唯一签了一个婚前协议。
协议里呢有很多条款，比如说双方的财产啊、各自分配，还有一些对他的要求，他看都没看，直接就签了。他才是恋爱脑呢。但也能理解，毕竟第一次结婚嘛，头婚确实容易头婚。好在呢，我也不图他什么。他那个婚前财产呢，像什么大金表啊、耳机呀、发型啊、气泡音，我也不想要。他自己最好也别要。那这个婚前协议呢，确实启发了很多人，好多人来找我要模板，就是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协议，能在张唯一面前保护好自己。这个话题呢，以前很多人不敢聊，怕谈钱伤感情。我就想给大家打个样，大大方方的聊嘛。现在很多律所拿着我们这个模板去推广，女生想的是，董璇都签了，我要种草同款；男生想的是，张唯一都签了，谁还敢不签啊？那伴侣之间其实很多事情是要好好的商量的，像是婚礼，就是不能因为我有过一次这个经验呢，就让他什么都听我的。他也会主动问我说：“你有认识的婚礼策划吗？”我说有，倒是有，上次合作过的。唯一还很幽默地问说：“那第二单有没有半价呀？这次我必须买单。”我也没想到他有这么疯狂的想法。我说：“要不咱们婚礼星期四办呢？”最后这个婚礼呢，还是算是非常完美吧。到场的亲朋好友都说，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特别的婚礼。可以说这几年过去了，我成长了，婚礼策划也成长了。但我今天要正式的说一下啊，这是我最后一次办婚礼了。应该是的，因为这家婚礼策划已经倒闭了。像我这个年龄的女演员，很多都是既要事业又要照顾家庭。那个尖叫之夜，休息的间隙呢，丫丫一脱掉高跟鞋就开始视频的辅导孩子作业。看孩子写作业确实容易尖叫。前一秒是乘风破浪的姐，后一秒就要求鸡兔同笼的姐。那好在现在大家关注到了努力的中年女性，还喊我们大女主。你看房主任，她就是勇敢跳出原本生活的大女主。黄姐刚刚说，唯一像一个盖世英雄一样，驾着七彩祥云来救你。那原来紫霞不是我呀，是房主任。但是房姐你放心，要是还有网友敢骂你，我就敢让张唯一再出来替你挡。我也很希望在我被骂的时候，能有一个男人替我挡着点儿。只是让我挨骂的就是这个男人。努力这件事呢，不分年龄的。你看我们小庆姐一直这么努力，多少次呢？从头再来也不放弃。现在还在拍戏，而且进军了短剧。谈恋爱也得跟弟弟谈。跟弟弟谈这事儿呢，我是做到了，但是其他我还得努力跟上，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将来我也要一路繁华。谢谢大家，谢谢，再次感谢董璇姐姐，谢谢。璇儿姐第一次讲脱口秀，感觉就是怎么样呢？对，不尤怎么样。其张唯一说那耳机那一段是他写的吗？就是。他确实这里面有几个梗是包袱是他加的。他这蓝牙耳机是因为什么？我一直想问，就是说他在家里也戴，还是说本身是什么意思？那个耳机其实他买了，就是我们俩是情侣的啊，是一对儿的。一对儿的，你听听，多真相啊！对，然后他那个耳机盒上是刻着我的名字的，我是刻着他的名字的。我就说嘛，那个耳机每回拖起来都思念太太，是不是？托尔斯泰。然后呢？谢谢。
然后呢，您知道这次演的不仅要好，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充满了惊喜。您刚才提到这个婚前协议啊，你把模板拿来了是吗？您猜怎么着？真的假的？准备了婚前协议，对。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特别这个冒昧啊，然后我们读了您这个婚前协议。是的，你们知道他们双方协定啊，如果要是呸啊离婚了之后，那个耳机啊一人一只，这个左边归张唯一啊，右边归董璇啊。哎，那为什么右边要给璇姐呢？大家要知道，这个女生无论什么决定，女生说话永远是对的，对不对？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男左女右，是不是 ？Men just left, woman always right， 对不对？对。希望您之后一起永远快乐幸福，绝对幸福到永远，好不好？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姐啊，我们这儿是不是有点东西？还不错吧？确实跟我之前见的完全不一样。啊，是第一次接触吗？我可熟了，鲜活有实力。鲜活才有看头，也是我们的底气。说明是在用心的做，所以我特别满意啊！马上就分享给我那些互联网姐妹们。看来姐真的是很喜欢我们节目。我是很喜欢这里的飞鹤荠萃奶粉，不止生牛乳，还有看得见的新鲜原料，扫码可追溯，添加了中国专利母源自护营养群，够鲜活，够自护。啊，原来姐说的是飞鹤荠萃啊，那我也熟啊，鲜活营养好吸收，非凡母源强自护。收啊！说回我们的节目啊，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你们还是很有眼光的。哎呀，朋友们，接下来这是重磅嘉宾要登场了。哎呦，真的是这一位啊，他演过5次武则天呐，25则天。他是谁啊？他就是小庆姐。哦喂，大家知道这个小庆姐啊，就演过武则天，然后碰到过很多渣男啊。尤其是演慈禧的时候，很多男的一看到她就是渣。哎，是的。那么小庆姐呢，这么一直有活力，因为时光从来困不住我们小庆姐。小庆姐就是困，时光不饶谁都饶了她，就是我们的小庆姐。安慕希好喝超有料，快乐马上来报道！本节目由超好喝的安慕希爆珠酸奶独家冠名播出。